正为什么要废除贱民制度呢？雍正帝在即位之后，推行了一项非常受老百姓欢迎的政策，就是废除贱民制度，也叫做废除贱籍。其实这贱民制度是奴隶社会的义务，贱民所拥有的社会权利要远远低于普通的平民百姓，他们甚至不允许读书，只能在特定的圈子里寻找配偶，他们无才无权无地位，和奴隶没有什么两样，也就是社会地位已经低到不能再低的地步了。为什么在当时的清朝会有这么多社会低下的贱人呢？第一，有的是极度贫困，卖身为贱民的；第二，有的是犯了罪沦为贱民；第三，是由历史原因形成的。其实这贱民的身份也有好几种，且听我慢慢说来。雍正元年3月，监察御史年希上书请求出获山西、陕西一带的越户的见解。阎锡在奏折当中指出，山西、陕西的越户的祖先大多是明朝建文帝的忠臣家属。朱棣登基之后，因为不满那些支持建文帝的臣子，就将他们杀害，并将他们的妻女流放罚入教坊司充当官妓，让他们世代为贱民，永世不得翻身。雍正看过奏折之后，大为感慨，于是立即下旨决定废除贱籍制度，让贱民恢复自由身份，让他们自由通婚，开垦荒田，并加入各行各业。我们所熟知的《红楼梦》当中，给贾府唱戏的那些戏子，在当时就是社会中的贱面。虽然他们多才多艺，但是他们连贾府里的下人的身份都不如。雍正帝从御户开始推行废除贱民制度，这对于那些世代都市身份卑微的人来说，是一种他们想都不敢想的新生了。在浙江一带，还有一种人的身份叫做惰民，他们不能参加科举考试，不能经商，不能和自由人通婚，只能从事唱戏、接生、屠宰、抬轿等最为低下的职业。其实这些惰民是南宋的一位叫做焦光赞的将军的部下后代。当时金丁大举进攻南宋，他不战而降，朝廷就把他的部下贬为惰民。雍正老爷子听闻此事之后，也要官员照办，让他们解除贱民身份，跟自由人一样，所有政策一律平等。同时广东地区的官员也上报他们那有一种贱民叫做旦户，这些人是少数民族，世世代代给官府采集珍珠，他们的身份更加凄惨，他们不能上岸居住，只能居住在船上，要是碰到台风什么的，那真的是九死一生了。雍正青年雍正帝也下旨恢复了他们的自由人身份，让他们可以上岸居住，加入农业，开垦荒地。不过雍正帝的这项举措也不是很彻底，在几百年的贱民制度之下，贱民虽然被解除了身份，但是想要参加科举，还有很多制度上的限制。雍正实施这项举措，主要还是因为贱民制度严重影响了社会发展。从社会生产力的角度来说，这些贱民所受的遭遇，俨然会使得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在一定程度上受挫，容易形成社会的负面影响，是极为不稳定的因素。长此以往下去，社会矛盾只可能越来越大。雍正废除了贱民制度，使得社会趋于平稳，社会生产力也有所提高。由此可见，雍正的政治理想还是为了百姓着想，为了社会的稳定发展而着想。欢迎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。